最早改也签了。因为。望尘丹可以令人忘却前尘而不自知，故名望尘丹。这东西好啊，日后有大用，可以记下来。这三公哥是按时收费的，你这样抄，这不是白白浪费零食吗？敢问徐老有何办法？弟子不才，愿学这种法术。哎，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啊！多少灵石10个，10个灵石，复制一次。没想到庐山殿行这样的规矩。那就请徐老准备一些好丹方，我复制了一并带走。哎，这个简单。这些可以吗？这不合适。这个也不行。庐山殿里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？第一次来庐山殿的人都这么问呢。殊不知，没有好的炼丹炉，拿到再好的丹方，也炼不出来。徐老的意思是得先在你这儿买了丹炉，才能看到好的丹方。算你聪明。如果你买了我的炼丹炉，这丹方买我就送200灵石，最低180。
丹炉放地火之屋了。丹方呢？买我丹炉，赠你丹方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丹方，筑基丹，是筑基丹的丹方，这样岂不是可以自己炼了？用小绿瓶催出原料，想炼多少炼多少，谁都抢不走。试炼筑基丹，需取之玉髓之紫侯花、天灵果。这都什么呀？都没听说过呀。去哪儿找？这里就是地火之屋了。还有180灵石一个的丹炉。先挑选一个简单的试试。放尘丹，就你了。居然一次就成了，不愧是180灵石的丹炉啊！再炼一个黄龙丹试试。纯度也提高了很多。我在百药园开辟了一处秘密药田，用小绿瓶催生药草，继续实验推演不同丹方，炼制了不少有用的丹药。只是最重要的筑基丹所需的那几味药还没有头绪。这血色禁地每回开放之前呢，这旗派都会选定一个地方，要搞一个会盟啊。这毕竟关系到各个门派这未来几年的发展啊。所以说呢，每一次血色禁地开放，都血色禁地关系到各个门派未来实力的高低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这个只要进了血色禁地的弟子，都能获得一枚筑基丹，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但是，这个传闻呢，也不算离谱啊。你知道这血色禁地为什么又叫做奇派的灵草库吗？因为此地生产着各种珍贵的灵草，
在整个越国，也只有那里，才有试炼筑基丹的原料。怪不得在市面上没见过那几味药。一次试炼，族谱里的弟子都要抢着去了吗？非也，血色禁地进去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出来。禁地是九死一生，你知道往年参加试炼的弟子存活率有多少吗？不到半数。这么危险？这位小友，你也对血色禁地感兴趣？啊？什么呀？师弟，你吃的那是什么呀？果子。还有没有了？正好，还剩一个。哎，谢谢师弟。谢谢师弟。师兄，刚刚那人谁啊？他你都不知道？向之礼向师兄，谷内年龄最大的炼气期修士，去了好几次血色禁地，还都活着回来了，就是还没筑基呢，也是奇怪。这老头真笨，天天就是要赏乐。门派打得好算盘呀，需要丹药，就逼着我们这些炼气弟子拿命去换。你们说，那老头是不是诚心吓唬人？一把年纪了，还没筑基，他肯定最着急去血色禁地博筑基丹了。明明想去，又怕年轻人抢他名额，就来吓唬我们。不过，他万一说的是真的，非洲。诸位长老远道而来，周某有礼了。我已在前机堂内摆下花果茶点，请诸位随我来吧。师叔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吃，尝尝。哎，尝尝这糕点，哎，这好吃。这味道不错啊，比上次好吃啊。别吃了。就是这都没吃饱呢。禁地开放在即，按规矩呢，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，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。师姐，稍等一下，在移交宝珠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。
这不是筑基丹吗？质量差了点儿。哎，我这个好点儿。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。没错，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那我这个呢？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虽然都是筑基丹，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。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，禁地中灵草的数量、质量大不如从前。所以，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，此次禁地执行后，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，将禁地封禁60年。什么60年？这太长了吧？这太久了。韩大哥，真的是你，汉姑娘。上次太南山鬼一别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。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。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前面啊，有专门给炼气期弟子准备的茶点，你可以去尝尝。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，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我就紧张，还是算了吧。谢谢韩大哥。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？嗯，我大哥旧疾发作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焰花，才可以救他。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焰花，把我哥治好。唉，死也治了。你对你哥哥真好。我有个小妹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她也就这么搞吧。禁地中灵草珍贵，就算5年开启一次，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，改成一甲子，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？可不是嘛！就是啊，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，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。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，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。就是啊，筑基丹之所以重要，也是为了小辈考虑。每次禁地一开，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，这些弟子的性命，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？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这心里的慈悲，难道能大过天道？小小的筑基丹，搬上天道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看样子，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偃月宗那边的。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，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？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，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。正是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。况且，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，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，否则他们攻打进来。魔道？几百年了，年年都说有魔道，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又有谁真见过？是啊。少主，少主，咱啥时候出征哎？别总着急啊，这越国棋派里边烂马七糟一锅粥，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，得折多少人？少主恕罪啊，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江国了，若是被他抢了先，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。那就是。
我姑这人确实虎，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，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，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。那恁想咋住呀？一动别动，一动不动。赵主，不可要过来噻？指定得去啊！咱仨人够了。都咱3个，你大军不去了？讲话，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，是时候让这帮棋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。再一个啊，你们俩到那边之后，能把嘴闭上就闭上，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。中，那就是。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，七派如今势力如何？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比5年前如何？比60年前又如何？哎，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，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，不然这些练气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？对呀，是啊，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，这不是因噎废食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。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？啊？哎，我是都无所谓啊，只是5年一次赌，这次要60年一次赌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起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们来就同意啊！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。师姐，请催动岳阳宝珠。那是什么？岳阳宝珠。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，我先去看看。韩姑娘，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。嗯，再见。岳阳宝珠是什么呀？诸位长老，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？这没以前亮了。宝珠没有以前亮了。没错，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制。宝珠吸收日月灵气，绽放光芒，但你们恐怕不知，每当天有异样，宝珠也会受其影响。日月昭昭，本该是亘古不变，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，导致灵气日益稀薄，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。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来吧，再商议商议。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，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，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。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
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，还因为炼气与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万8千里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，以免你们的仙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出来，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！嗯。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师叔，我也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，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，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快去。我们好幸运呢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世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第1关。 谢谢师祖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7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。 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草：地髓枝、紫侯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 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，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。这样的弟子，往往活不过第1天。第2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。
不去好好采集灵草，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神通。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，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啊，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，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没想到，当初莫大夫教我的一切，在修仙界依旧适用。当然也有，碾压花刀屋，碾压上过灵兽山，巨剑门，横扫巨剑门。好了，经人可嘉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活着回来最重要。是。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禁地之行所制，它不仅可以绽放奇光，还可以克制各种迷雾毒障。血色试炼中啊，有一个宝物，叫岳阳宝珠，光如日月。就是因为它在血色禁地中太过好用，被其他6派集体声讨。我们偃月宗不得不将宝物献出，成为7派的共有之物。禁地之行后，原执掌宝珠的一派就要交出此物，只是今年又回到了我派手中。7派约定，只有在第4天才能打开岳阳宝珠。那师祖，是不是到了第4天，采集灵草就更方便了？恰恰相反，岳阳宝珠未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当岳阳宝珠一出现，你们就要注意躲藏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出现就是杀戮的信号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花了3天，结果什么灵草都没采集到的人，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，你会做什么？杀人夺宝。现在我要将岳阳宝珠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，燕如烟。弟子定不辱使命。近来身体如何？有没有再发生晕倒的情况？多谢师父关心，如烟好多了。自从入宗门之后，心口旧疾就再也没有犯过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我找了些古籍，想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找一位按灵根修士，阴阳调和。多谢师父关心。如烟现在一门心思只想修行，还不想婚姻之事。师父让我留下是有正事吧？此次血色禁地让你带队，把岳阳宝珠托付给你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。什么事？这趟禁地之行，免不了要与人斗法，还是买点趁手的法器。在下望宇是万宝楼的掌柜。在下李飞宇，一介散修，想寻些法器傍身，不拘价格。厉公子利落呀，里边请，几乎上好的碧云茶。是。不用了，我呢也不是来喝茶的。你这要没有好东西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厉公子留步。金夫子母刃一套，母刃一把，
自认八把，这可是以精铁、精金为原料，有炼器大师3天3夜炼制而成。只要手持母刃，就可以同时控制8把子刃攻击敌人。敌人不是防不胜防，而是疯了，哎，拦不住。玄铁飞天盾，罕见的防御性法器，用大块寒阴之地的玄铁精炼而成，不但坚不可摧，一经施法驱动，就可围绕四周，自动防御。哎呀，我厉害的厉公子的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全是大世面吗？好吧。不装了，给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宝贝——天雷子，截取天地雷电后凝练而成。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正面对抗，也会灰飞烟灭。哇，是，说没就没有。宝贝珍贵，但是这个价格，也不是说厉公子什么实力。黄敬之啊，黄敬之不值钱，不过闹呢。上百年的黄金之也值不了几个钱啊！你价格呢？500年，500年，500年，500年可以。这些不够，把你们这最好的拿出来。假人民币呢？金光砖符宝，本殿的镇店之宝。这还是结丹期的修士才能练得出来的啊！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说吧，厉公子，想换哪一件宝贝啊？我全都要。嗯？啊，厉公子果然是阔绰，但厉公子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，药草很珍贵，但是想抵我这些宝贝，差点意思。谁说我这500年灵草啊？亲们，前面成交吧，都给你了，桌子、葫芦、那茶具，你拿走。禁地之行万分凶险，我们务必要携手行事。是要跟你们同行，我可是要单独行动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行了，你们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找师祖。他旧疾复发了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正好试试新买的东西。金父子母刃。陆明远，我把筑基丹都给你了，你现在要悔婚吗？有人。师妹，何必这样呢？只要我能得到董玄儿的青睐，
那洪福师祖很有可能会收我做门下弟子，还愁筑基丹吗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蠢货。哎呀，好了，师妹，师兄一会儿便让你知道为兄的好。别碰我！婚约的事情我会跟父亲说清楚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吧。筑基丹还给我！就算你现在不给我，之后陈家也会派人找你要的。我们后会无期。好了，师妹，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丰富之术。如果师妹不是陈家家主的独生女，放你一马也未尝不可。只是我实在担心你由爱生恨，还报复为兄。筑基丹，为兄笑纳了。只是师妹你，最好还是从这世间消失最为妥当。黄风谷怎会有这种败类？梦里有梦的碎片，鲜血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。这望眼，时过境迁。秋风泛起，又见炊烟，似天边，犹如眼帘。回首已在下。